好，接下来这一堂课要跟大家讲解的就是我们的视线要怎么控制哦。在截拳道的课程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因为大部分人哦，你真的注意去看，尤其是比较武术的初学者，你还没有练到一个驾轻就熟的情况，你很容易出现看哪里打哪里的这个状态，哦，甚至是你用眼睛啊去追目标来进行防御，这个效果都不会是很好。所以在截拳道一开始的练习红绿级，我们就会去告诉你，你应该怎么样去控制你的视线，哦，这个在我们实战的未来的应用上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那在这里先跟大家讲一个概念哦，因为在影片上我们可能没办法表现到那么细，所以麻烦大家尽量的去体验。第一个很大的关键点就是呢，我们在视线的这个操纵上面，你要做到一个似看非看的情形，然后你要做到一个集中但是不专注的情形。那当然讲到这里，很多人就会脑袋一片空白，你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其实很简单，什么叫似看非看？就是当我们今天在看一个目标的时候，如果以这个距离它的高低没有固定，就像很多武术会讲，我们去看人家的肩膀，有的武术说，我们去看人家的腹部，有人说看人家的骨盆。其实你要看哪里都可以，可是你最主要是它的连带关系。你今天如果看肩膀，如果像我们截拳道没有准备动作，或是我们的重心不太会晃，你看我的肩膀，我出腿，你还是看不出来。所以我们真正来讲呢，我在教学生看，我们都是看胸口，这个胸口的位置只是一个基准点。你们可以练习看看我看一个目标或看一个人，你去看他胸口的时候，如果比如说像我在看他的 logo。大家可以看得到他的衣服上面有个 logo。如果我看他的 logo 看得比较详细，比如说我想要去看他的线条，我的视线就会变窄，大概会窄掉上下将近30公分，以我的情况来讲。所以如果我今天的视线压在他的胸口，但是我不要专注在这个点上，我的视线就会再上下放大，约30公分。那今天我们在使用这个身体的控制来讲，当我跟一个人的距离比较远的时候，我可能看的位置会在他的胸口偏低的这个点上面。那切记还是似看非看，专注但是不会 focus 在上面。所以当我今天在看这个位置的时候，在这个距离我用我的手去呈现我的观看的视野。当我开始慢慢靠近这个人的时候，我的视野就会微微的开始往上飘。所以我到这个点的时候，我就会看到这。因为这个的时候，我还是可以看得到他的脚趾，我也看得到他的头顶。那如果我在更靠近的时候，我就会把这个线又会开始往下降，因为上面不重要了，他的2个肩膀跟四肢是在这个位置，头部我只要大概知道他的位置就可以。但你也不需要这样，压到他的胃，让他的头只剩下一半，因为这样你的头偏低朝下，你很容易有一些攻击从下面上来，你也不好反应。而且我们本来就不要让我们的视线产生过多的浮动，所以从一开始的这个距离，我大概看他这个目标，到我开始靠近他，我的视线略微的往上，再靠近了之后，我的视线会再略微的往下，大概就是这样了。剩下的视线就不太需要变动。那你们要 focus 的点是什么？是要去看我的视线，是看我眼睛正确的位置，我的手从这个位置这样子看着他的点。到我进去之后浮上来的这个点，再到我靠近它降下来的这个点，我的眼睛的浮动的角度不大，这是一个很大的关键。如果我的眼睛的浮动角度很大，对手就可以借由观察我眼睛跟视线来判断我接下来要做的防御跟进攻。这里就是一个很基本的点。就像我今天如果在跟一个对手对打，我去看他的脚，然后踢，这是很多人都会犯的错。我在看他的脸，然后打。然后接下来呢，比如说对手如果右勾拳朝我打过来，我去看他的手，这样子去防御，或者是我看到他的脚要踢我，我把头低下来看着他的脚，然后去防御，这个都是错的。你在最标准的是我的视线完全就是在位置，他打上来，我就从这个位置挡；他踢上来，我就从这个位置接。我的视线的位置不太需要动，因为我刚刚讲了。我们在注意但是不专注的过程当中，已经去看完他的全身，所以你要练习，不要习惯的去寻找你要做动作的目标，你才能够把你的动作做到极致。否则，你每一次的动作不只是准备了，你连心灵跟反应都在做准备动作，就是我要打这里，我要先看这里，然后判断我再出手。他那边要打过来，我要先看到他的左手，然后判断我再防御。这个你就多了很多的环节，光是前面这个动作就会让你跟不上。这种类型的人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他会很容易被假动作、
被虚招所欺骗。甚至他会被自己的动作给影响到，所以我们的视线的重要点就是重要在这个位置，一定要好好的去控制自己的视线的目标，去练习这样的距离，从比较远的距离一直到接近比较近的距离，你怎么样去控制你的视线，然后绕着对手进行移动的时候，你的视线怎么样去配合跟控制，然后最主要的也是，当对手做动作的时候，你千万不要闭眼，不要这种眨眼睛，然后眼睛闭起来去防御，甚至是把身体去转向到你根本看不到对手。在初步练习的时候，不要讲初步练习 forever， 麻烦一定要掌握到一个最基本的概念，你就算被打，你都要看着对手怎么打你的，你才不会莫名其妙的被揍。而你只要有看到，你就能防御，你就能反应，你下次就会进步。你如果背对完全看不到对手，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你怎么被打的，所以代表你永远都没有办法克服这一次的失误。所以在这边告诫大家。